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，讲的是一位来自福建的护士妹子小小，因为失恋来台湾散心，却意外邂逅了真爱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上天关了一扇门，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，只是我们当时可能浑然不觉罢了。小小是福建莆田人，在当地三甲医院担任急诊护士已有5年。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皮肤白皙，小巧的鼻子，大大的眼睛，在科室里那是数一数二的美女。性格也好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患者家属都喜欢她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找对象应该不难吧？可偏偏在感情上栽了跟头。小小和男友李强交往了3年，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两人还一起看了房子，准备年底结婚。小小把全部的青春和爱都给了这段感情。家里人也很看好这个未来女婿，谁知道他天的噩耗就这么突然降临了。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，小小提前下班，想给男友一个惊喜。她买了李强最爱吃的海鲜，准备亲自下厨。到了男友租住的公寓楼下，她正要掏钥匙，突然收到闺蜜发来的微信：小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事跟你说，很重要。小小心想，什么事这么急，就给闺蜜打了电话。喂，小婷，怎么了？你现在在哪儿？闺蜜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。我在强子家楼下，怎么了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你先别上去，我刚才看到强子和一个女的在咖啡厅，气氛很暧昧。啊，你看错了吧？小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希望是我看错了，但我确定是他。我还偷偷拍了照片，我发给你看看。小小的手开始发抖，打开照片一看，只见李强正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角落里，两人手牵着手。李强的表情无比温柔，那种表情，小小太熟悉了，那是只对他才有的表情啊！小小如遭雷劈，站在原地动弹不得。他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，可照片上的一切都那么清晰。你别冲动，先冷静一下。闺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我没事，我很冷静。小小机械的回答，我上去看看。啊，你要干嘛？别冲动啊，放心，我不会闹的，我就是想知道真相。挂了电话，小小深吸一口气，轻轻地用钥匙打开了公寓门。客厅里没人，但卧室的门虚掩着，隐约能听到女人的轻笑声。小小的心一点一点沉到谷底，她一步一步走向卧室，推开门，天哪！眼前的一幕让她瞬间石化。李强和一个陌生女人纠缠在一起，衣衫不整，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。听到开门声，两人同时转头，看到小小的瞬间，李强脸色大变。小小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女人倒是很淡定，笑着问，这位是？没谁，朋友而已。李强竟然这样回答。这一刻，小小感觉自己的心被撕成了碎片。3年的感情，无数个甜蜜的夜晚，所有的承诺和誓言全都是假的吗？朋友，李强，你真行啊！3年感情，说朋友就朋友了。小小强忍着泪水，哎呀，原来是前女友啊！那女人一脸轻蔑，李总没跟我说他还有个尾巴没处理干净呢。李总，小小这才发现，这个女人身上的奢侈品包包、手表，价值不菲，而李强明明只是个普通工程师啊！小小，你听我解释。李强慌忙穿上衣服，解释什么？我眼睛又没瞎。小小将手里的菜狠狠摔在地上，海鲜汤汁溅了两人一身。你疯了吗？这可是我新买的衣服。女人尖叫着。小小冷笑，新买的？是让他买的吧？我们攒了2年的首付款，原来都花在你身上了。李强脸色难看至极。小小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，好好说。李强，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相信你这种人渣。小小拿出手机看看，这是你们在咖啡厅的照片，我闺蜜拍的。你们背着我到底多久了？半年？1年？还是从一开始就是骗我的？李强语塞，低着头不敢看他。那女人却笑了，告诉你吧，我们都1年多了。她说早就想和你分手，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你也别怪他，谁让你整天忙工作，陪都不陪他。男人嘛，需要被关注的。
1年多，小小感觉天旋地转。去年过年，李强曾说要加班不能回家，原来是和这个女人在一起。那次生日他迟到2小时，说是堵车，也是谎言吗？所有的疑点瞬间串联起来，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回放，小小这才意识到，自己早该发现的，只是太相信他，太盲目了。够了，小小冷静下来，擦干眼泪。李强，咱们完了。钥匙还你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他转身就走，李强在后面喊着小小，你听我解释，可他头也不回。走出公寓楼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像是老天爷在为他哭泣。小小漫无目的地走在雨中，任由雨水冲刷着脸颊的泪水。他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只知道心很痛很痛。当晚，小小把自己锁在出租屋里，关机3天，不接任何电话，也不回任何消息。第4天，他决定请长假，去一个谁都找不到他的地方散心。正好他的大学室友婷婷在台湾工作，一直邀请他去玩。或许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能让他暂时忘记这段痛苦吧。就这样，小小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买了前往台湾的机票，开始了他的疗伤之旅。到了台湾后，婷婷热情地接待了小小，带他住进了自己在台北的小公寓。欢迎来到宝岛台湾。婷婷给了小小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来这里散心是对的，保证让你忘掉那个渣男。小小挤出一丝微笑，谢谢你，婷婷。我真的需要换个环境。哎呀，别提那些烦心事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，保证让你玩得开心。婷婷拉着小小的手，眼睛闪闪发亮。明天我带你去9份，后天去花莲看海，大后天去垦丁晒太阳，保证让你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小小点点头，虽然心情低落，但看到闺蜜这么用心，也不好扫兴。第2天一早，婷婷开车带小小前往9份。一路上，婷婷打开音乐，故意唱些搞笑的歌曲逗小小开心。看着窗外陌生而美丽的风景，小小的心情确实好了不少。9份的山城风光确实迷人，蜿蜒的石阶街道，古色古香的茶馆，还有远处的海景，让小小忍不住拿起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。不过他特意避开了发朋友圈，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尤其是李强。来来来，小小，尝尝这个芋圆，9份最有名的小吃。婷婷递给他一碗香甜可口的芋圆，真好吃。小小由衷地赞叹道，这是3天来他第一次真心感到愉快。正当2人在石阶小路上边走边吃时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2人匆忙躲进了一家茶馆。哎呀，台湾的天气就是这样，说变就变，婷婷无奈地说。茶馆里古香古色，窗外雨帘如注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小小望着窗外的雨景，不禁又想起了和李强一起淋雨的那个夜晚，他温柔地为他撑伞，说会一辈子保护他。想到这里，小小的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小小，不要哭了。婷婷急忙递上纸巾，那种渣男不值得你伤心。我知道，只是3年感情，说忘就忘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小小擦干眼泪，更何况我已经把结婚的事告诉了父母，现在要怎么解释？实话实说啊，你父母那么明事理，肯定会支持你的。婷婷安慰道，再说了，发现得早总比结婚后才发现好吧？小小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至少现在伤害还不算太大。雨停了，2人继续闲逛。在一家手工艺品店，婷婷突发奇想，我们来做一个许愿风铃吧。传说在这里亲手制作的风铃挂在家里能带来好运。小小被闺蜜的热情感染，也跟着做了一个蓝色的小风铃。我希望能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她在心里默默许愿。逛完9份，2人决定去附近的金瓜石看看。这里曾是黄金矿区，现在变成了观光景点，山路崎岖，婷婷开车走得很小心。小小，这条路有点陡，你坐稳了，婷婷提醒道。可就在转弯处，一辆摩托车突然从对面冲了过来，婷婷猛打方向盘避让，车子晃了一下。小小没坐稳，头撞在了车窗上，另外腰部因为转弯的惯性也扭到了。哎呦，小小不由自主地叫出声。天哪！小小，你没事吧？婷婷赶紧靠边停车。没大碍，就是头有点痛，腰也扭到了。
小小揉着额头，那里已经红了一块。都怪我开车不小心，要不我们回台北吧，找医院看看。婷婷自责地说，不用那么夸张啦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小小不想因为自己扫兴。两人继续游玩，但小小的腰越来越痛，走路也开始一瘸一拐。到了下午，疼痛变得难以忍受，他不得不向婷婷承认，我想我们得去医院看看，腰真的很痛。婷婷二话不说，立刻把车开向最近的医院。到了急诊，值班护士看到小小疼得满头大汗，立刻叫来了医生。李医生，这位患者腰部扭伤，额头也撞了一下，麻烦您看一下。护士招呼道。走进诊室的是一位30出头的男医生，身材高大，戴着眼镜，一脸的温文尔雅。哪里不舒服？他用温柔的声音问道。腰很痛，动不了。小小忍着疼痛回答。我看看。李医生仔细检查了小小的腰部和头部。腰部是肌肉拉伤，头部有轻微挫伤，需要拍个 X 光片确认一下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小小的腰椎有轻微错位，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不行，我是来旅游的，不能住院啊！小小急得快哭了。你这情况如果不好好休息，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李医生严肃地说，作为医生，我必须对你的健康负责。婷婷也劝道，小小听医生的吧，身体要紧。无奈之下，小小只好住进了医院。婷婷因为工作关系不能一直陪着她，只能每天下班后过来看望。小小躺在病床上，盯着陌生的天花板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。更糟的是，她的手机没电了，充电器又落在婷婷家里，这下彻底与外界失联了。她想起出国前匆忙之间没来得及告诉父母自己来台湾的事，现在他们肯定担心死了。就在小小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病房门被轻轻推开，李医生走了进来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他关切地问道。好多了，谢谢李医生。小小礼貌地回答，刚才护士告诉我你是从大陆来的。李医生一边查看病历一边问，我是福建来的，来台湾旅游。福建？巧了，我祖籍也是福建的，只是爷爷那辈就来台湾了。李医生笑了笑，对了，听说你是护士。是的，我在福建一家3甲医院的急诊科工作。哇，那我们可是同行呢。李医生显得很兴奋，难怪我看你懂一些医学术语。两人聊了起来，从医院工作环境到两岸医疗体系的差异，再到各自的工作经历。不知不觉，原本例行的茶房变成了愉快的交流。我聊得太投入了，耽误你休息了。李医生看了看表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能聊天反而让我忘记了疼痛。小小说着，突然想起一事。李医生，能借我一下手机吗？我想给父母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我没事。当然可以。李医生二话不说，掏出手机递给他。小小拨通了父母的电话，简单解释了自己在台湾旅游的事，只说是不小心扭伤了腰，没提失恋的事。通话结束后，他感激地看着李医生，谢谢你，李医生。叫我阿正就好。李医生温和地说，我叫李正，台湾人都习惯在名字前加个阿字，显得亲切。阿正，小小轻声念叨，不知为何，这个名字让他感到一丝温暖。那你可以叫我小小。他微微一笑，好的，小小。阿正点点头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需要就按铃叫护士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小小目送阿正离开病房，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他摇摇头，提醒自己刚刚失恋，不该胡思乱想。夜深了，医院的走廊静悄悄的，只有护士站传来微弱的谈话声和仪器的滴答声。小小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腰痛倒是其次，主要是心里堵得慌。一想到李强的背叛，他就气得牙痒痒。3年的感情就这么被辜负了。小小喃喃自语，泪水再次涌出。突然，病房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。谁？小小警觉地坐起来，牵动了腰部。哎呦，是我，阿正。来人轻声说道，对不起，吵醒你了，阿正医生。你怎么还没下班？小小有些惊讶。今晚我值夜班。阿正走到床边，听护士说你好像睡不着，我过来看看。小小这才注意到阿正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，这是给我的。睡不着可以喝点热牛奶，有助于入睡。
阿正把牛奶递给他，医生的小秘方。谢谢。小小接过牛奶，心里一暖。阿正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，不介意我坐一会儿吧？夜班有点无聊。当然不介意。小小小口啜着牛奶，我看你好像心事重重。阿正轻声说，如果不方便说也没关系。小小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觉得向一个陌生人倾诉或许反而轻松，便把自己的失恋经历简单讲了出来。所以你是来台湾疗伤的？阿正恍然大悟。没想到第一天就把自己搞进了医院。小小自嘲地笑了笑。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阿正温柔地说，如果不是这次意外，我们也不会认识。这句话让小小心里一动，他抬头看着阿正，月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的脸上，勾勒出一个温和的轮廓。缘分，小小轻声重复，心里忽然感到一丝踏实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正每天都会在茶房时和小小多聊几句，有时还会在休息时间过来陪他说话。两人聊医院趣事，聊两岸差异，聊各自的生活。小小发现阿正不仅医术精湛，为人也特别温和，对病人细心体贴，和科室里的同事关系也很好。婷婷每天下班后也会来看望小小，看到阿正和小小关系日渐亲密，忍不住打趣道，哟，这位李医生对你可真是特别关照啊。别乱说，人家就是对病人负责任而已。小小脸红了。得了吧，他眼睛里的那种光，我看得明明白白。婷婷粗狭地笑道，我看你也挺有好感的嘛，我才刚失恋。小小急忙否认，这有什么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婷婷摆摆手，再说了，这医生各方面条件多好啊，家世清白，事业有成，人又温柔体贴，比那个渣男李强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。小小无言以对，心里却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对阿正有些好感。但理智告诉他，这太快了，他才刚刚失恋啊。第5天，小小的伤势好转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。收拾东西时，小小心里竟有些不舍。正在这时，阿正走进病房，手里拿着出院手续。小小，你的出院手续都办好了。他递过文件，然后有些犹豫地问，出院后有什么安排？我打算在台北再玩几天，然后去花莲和垦丁，之后就回福建了。小小说，那这几天你腰还是要注意，不能剧烈运动。阿正嘱咐道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又欲言又止。小小等了一会儿，见他不说话，便低头整理行李。就在这时，阿正突然开口，小小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小小抬头看他，你在台北的这几天，可以让我当你的导游吗？阿正的脸有些红，我这2天刚好休假，可以带你去一些本地人才知道的好地方。小小愣住了，没想到阿正会提出这样的邀请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就当我没说过。阿正急忙补充，我知道你刚失恋。好啊。小小几乎是脱口而出，然后自己也吃了一惊。真的？阿正眼睛一亮。真的。小小点点头，心想既然来台湾是为了忘记过去，那不如就放开心态，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吧。就这样，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阿正成了小小的专属导游。他带他去了平溪放天灯，去了淡水渔人码头看夕阳，去了阳明山看野温泉，还带他品尝了各种台湾小吃。这3天里，小小几乎忘记了失恋的痛苦。他和阿正聊得很投机，两人之间似乎有种奇妙的默契。第3天晚上，阿正带小小去了台北最高的观景台，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。美吗？阿正问。太美了。小小由衷的赞叹，谢谢你这几天的陪伴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台湾。不用谢，我也很开心。阿正注视着小小的侧脸，月光下，他的轮廓格外柔和。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小小，阿正终于开口，明天你就要去花莲了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小小感觉心跳加速。其实我从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很特别。阿正深吸一口气，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更加确定了这种感觉。我知道你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感情，可能需要时间疗伤，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喜欢你。小小愣住了，没想到阿正会这么直接表白。我不求你现在给我答复，阿正继续说，
我知道这太快了。但我希望你回福建后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系，或许给彼此一个机会。小小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阿正慌了。不是，小小擦干眼泪，我只是没想到，来台湾散心，居然会遇到你这样的人。我以为我对爱情已经失望了，没想到还能感受到心动的感觉。那这是同意了？阿正小心翼翼地问。小小点点头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感觉你是真诚的，不像他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阿正激动地握住小小的手，两岸虽然有距离，但这不是问题。我们可以视频，可以互相探访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甚至可以考虑去福建发展。你愿意为我做到这一步？小小有些不敢相信。当然，为了爱情，这点付出算什么？阿正认真地说。小小忽然想起9分那天自己对风铃许的愿，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没想到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。其实我有个想法，阿正突然说，后天我休假，可以陪你一起去花莲和垦丁，这样我们还能多相处几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小小开心地说，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就这样，小小和阿正开始了他们的环岛之旅。在花莲的太鲁阁峡谷，他们手牵着手穿过隧道，在七星潭，他们一起捡贝壳。在垦丁的沙滩上，他们看着日落许下承诺。2周后，小小不得不回福建了。在机场，阿正依依不舍地送别，别难过。阿正安慰道，我已经申请了去福建的医疗交流项目，最迟2个月后我们就能见面了。真的吗？小小惊喜万分。真的。阿正认真地点头，我会争取留在福建工作。两岸医疗合作越来越多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听到这话，小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踮起脚尖，在阿正脸上轻轻一吻。我等你，他说。返回福建后，小小的心情焕然一新。他重新投入工作，晚上和阿正视频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。同事们都说他变了，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彩。至于那个渣男李强，小小早已把他拉黑，彻底从生活中抹去。听说他和那个女人也没持续多久，女人知道他没钱后就离开了。李强还试图联系小小复合，被他无情拒绝。2个月后，阿正如约来到了福建，带来了2个好消息：一是他成功申请到了福建医院的工作，二是他带来了求婚戒指。在小小工作的医院门口，阿正单膝跪地，捧着戒指，在众人的注视下深情告白：小小，感谢那次意外让我遇见了你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确信你就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小泪流满面，用力点头，我愿意。1年后，2人在福建举行了婚礼。婚礼上，小小的闺蜜婷婷作为伴娘，感动地说，看到小小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，找到真正的幸福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小小挽着阿正的手，幸福地说，有时候上天让你经历一场失恋，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人。感谢那场意外让我摔了一跤，却蹦进了阿正的怀抱。阿正深情地看着小小，而我感谢那次夜班，让我有机会多陪你说说话，看到你的善良和坚强。台下的宾客都被这段跨海情缘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婚礼结束后，小小和阿正回到新家，墙上挂着2年前在9份亲手做的那个风铃，随风轻轻摇曳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像是在祝福这对新人。小小靠在阿正怀里，幸福地想，谁能想到一次失恋的痛苦旅行，一场意外的摔伤，竟然成就了他此生最美的爱情。人生啊，真是充满了惊喜和奇迹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我们遇到的挫折和伤害，其实是上天给我们准备的另一扇门。小小从一段不忠的感情中走出来，在异乡的医院里遇见了真正懂得珍惜他的人。